民女见过世子殿下。说过不必如此拘礼的。世子殿下，可是定了何时回朔溪？那我恐怕一时还走不了。而九娘子，你也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昨日刚接到任命，圣上钦点我为刑部提刑按察使，督察监管州府内政所有刑狱相关的诉讼案件。刑部按察使，那以后是都不回朔溪了？不回了。现在，我以按察使的身份，正式邀请九娘子协助断案。正式请我？那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行勘验之事了。当然，回京之后也是如此。不管在哪儿，有我在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太好了！来之前接到报案，秦府出现了命案，还请九娘子前去勘验。可是叫莲叶的丫头？不是，府上说是八姨娘柳氏。八姨娘？还请九娘子带路。谢谢你。白凤，他刚才没称我为殿下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他这是更信任我了。那恭喜，主子。这口井以前可有不吉之说？有不吉之说的是府里的紫竹林，但我六姐姐曾在此处落井。这秦老夫人倒是爱孙心切啊。不过此处并非幽僻之处，八姨娘怎会在此与人私会？哎，你的手是用来治病救人的。我连剖检尸身都做得，不怕。刑律先贤曾云：“洗冤择物，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。”你读过那部《刑狱典注》？我读过之后才知道自己从前是管窥离策，只是粗粗研读，便已受益匪浅。若不再用功些，想必就算做了按察使，也会吃你的教训。你看到死者时，他躺在何处？就躺在那里。你说说，他的头和脚都在何处？海峰，按他说的做。啊！是。姨娘的脚是在这边一点的，头朝着左边，身子侧躺在地上，脚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头在地上。这几处树藤是被折断的，应是柳氏挣扎留下的痕迹。你们可收拾过此处？老夫人让奴婢们将姨娘搬回去换了身衣裳，然后把这里的土灰和叶子都扫走了。当时地上有一道拖痕，从这里到那里。哎，主子，属下可以起来了吗？起来吧。谢谢九娘子。
这是死者的手帕吗？上面可是她的针法。看针脚像是姨娘的活计，但姨娘嫌素白晦气，贴身东西从来不用这个颜色的。那为何将这帕子与死者的衣物埋在一起？这帕子是奴婢在给姨娘换衣服时，在她怀中发现的。奴婢心中慌乱，就一起埋了。是男子的汗味，应是约柳氏相间的信物。可这汗味如此之重，不像是富家公子的做派。难道是情杀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曾经见到刘春和柳氏一同出现在紫竹林。立刻令人将刘春关押起来，待我审问，将这侍女押回府衙。是。走。行凶人应是从背后拉住八姨娘，沿着这道拖痕拖至断腾出气绝。此处叶片已经发黑，行凶人定是在此处站了许久，才会把叶片踩成这般模样。他若藏身于此，夜间是绝技发现不了的。他若要从背后拖住八姨娘，柳氏应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枝叶繁茂，凶手现身时很难不发出声响。柳氏身在此处，听见背后传来异响，定会回头。凶手很难从背后一击得手，除非柳氏认识此人，才没有惊叫出声。又或者，行凶人对他说了什么，让他不敢或不愿面对，行凶人才能从容地走至他身后出手。民女多有失态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既已你我相称，今后就不必改了。你得罪了秦府上下，怎么还会有热茶点心招待？有白风这个贪嘴的，少不了吃喝。不是要商量案情，怎么选这个地方，就不怕被人偷听了去？此地空旷，没有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藏匿行踪。请坐。辛苦了一夜，可有什么收获？没有找到刘春，不过我已命人全城搜捕，但也不是一无所获。秦三老爷也患有杨梅疮，秦府下人们说发病已有20日左右，与他之前称病不出的日子对得上。死者是三老爷的姨娘，传给他倒也是正常。还有一人，秦丽，正是。他的病和死者无关。你为何会如此信他？他的病是我治的。八姨娘身上的病，已用市井土方压制过多次。若二人真有关联，秦丽不可能从未用过药。况且，八姨娘的病程比秦丽久得多。秦丽染病时，八姨娘身上已难掩疮溃。她一个混迹于花楼四窑的纨绔，又怎会色令智昏到以身犯险？这府中上下，皆知我在帮殿下办案。她若真是奸夫，又怎会屡次求我救命？那若要这么说起来，就只剩下刘春了。那方手帕的确是刘春之物，秦府的下人们也说，自点卯之后，就再未见到过刘春。霍怀信怀疑是因为柳氏将病传给了三老爷，刘春害怕私情暴露，便杀掉了柳氏，畏罪潜逃。可他若为了遮掩私情，为何不掩藏死者尸身，反而留下一块手帕？只要验尸，死者的病情必会暴露。
他肯定逃脱不掉通奸的罪名。杀了柳氏又有何用？除非是有人栽赃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对，若真如此，刘春只怕危险。凶手竟能拿到刘春的手帕，定是刘春熟人。若要栽赃于他，岂能留下活口？必须尽快找到刘春。这石板应该就是风景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此处有蹬踏的痕迹，有人应在此激烈挣扎过。海峰，下去看看。是。脚下有个死人，把绳子扔下来。快，叫人把架子搭起来。景娘子，徐和尚在倚庄，劳烦您先做初检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若在此初检，你善勘验之事就瞒不住了。无妨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的本事了。霍大人，请不要让闲杂人等打扰。齐不得，守住紫竹林入口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是。那按老规矩，你说，我记。你既从未接触过刑狱之事，适才是如何想到这3桩案子会有关联的？我在驻守朔溪时，戎狄杀害无辜边境百姓后，会故意留下踪迹，将追踪的将士们引至预先设下的埋伏里。在紫竹林，听你说起凶案疑点时，让我想起了此事。你那时也在追踪队伍里？我是领队，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带队训练。看见无辜百姓惨死，我一心只想手刃戎狄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主子，主子，快走！将军，快走！放手！走啊！快走！走啊，主子！你是主帅，走啊！将军，快走！走啊！结果，快走！只有我和白风活了下来。走！你那是多大年纪18岁，你未曾想到曾经的我会如此愚蠢吧？别家这个年纪的少年，还尚在享受父母的恩宠，你们却为保家卫国而出生入死，如此英勇，堪称少年英雄，何须因一时成败而自辱自责？你早些回去歇息，此案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为何？可是我刚说错了什么？不是，是我事先考虑不周。你既已请我相助，就不能出尔反尔。此案已涉及秦府旧事，将来秦府必定声名不保。你若是及时抽身，不管秦府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怪在你的头上。我若想明哲保身，就不会插手莲叶和八姨娘的案子。事关4条人命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你放心，我定会全力追查此案。梁氏尸首已成白骨，徐和记忆尚且不精，若无我相助，你连勘验都做不了，谈何推案？世子殿下，我若处境不妙，自会向你求助。届时，你再助我脱困便是，如何？好，你不会变卦吧？永远不变。今夜，等七捕头挖出圣女尸骸后，明日我就要剥你一眼。一言为定。